呃，很累哈。今天呢，大概在大学有的一讲就要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很浓缩，把要点跟各位做报告。最后来自德春老师跟各位介绍是社工啊，但是各位不用，他是挑特定职业啊，因为他一直在关心这个领域，他来做说明。其实谈的道理蛮重要。各位这边有一个概念，请大家注意一下。刚刚有提到申诉，申诉跟咱们申请调解，跟劳资争议处理法申请调解有没有什么不同？注意，没时间了哈，非常不同。申请调解的时候，来自主管机关这边要召开，我用调解人或调解委员会要召开调解会或叫调解委员会。各位，申诉不是主管机关本于职权对你叙述的东西要对方答复啊。那这个下来的我们自己也就把重要的讯息让主管机关知道之后，主管机关会动手去帮忙然后朋友啊。我想这个部分呢，我特别做一个补充。我们最后一个阶段是有关综合讨论只有几句话了，特别我跟各位再提醒一下，第一句，就今天一整天的各位看能不能感同身受。第一点，来，职业伤病在职场不难发生，而且各位同学今天各位会知道，我们在职场会有人因，会有物理，会有化学，会有生物，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有所谓的社会心理，或叫心理社会。刚刚来自德春老师给各位丢了一个问题，我看了各位的答案之后，我看了吓了一跳。这会不会是在这个当中呢？几位老师说明了，跟我最早上跟各位说明的，各位有产生了一些的误解。各位，什么叫做人因性？人因性的概念谈自己跟机器，化学、物理、温度、压力噪音这个灯光这个大概是物理。那生物性很简单，就是从剩下这些之外，人际之间的交往，我们人际之间的行为，我们的举止，包括我们讲的话，包括我们诠释的发挥，各位，这个部分怎么会是来自你个人呢？来自个人的才会，各位，这个基本上一定把它弄懂，您才会懂得去主张。人因性，这个是来自日文的翻译，就照这样翻的。其实他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各自在机器的操作、理智的操作、驾驶的习惯。我这上去他就不应该出问题，就像那个鬼切，动不动开车就会鬼切。那是你自己操纵机器的问题。各位这5种概念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来自生物的，物理简单的就冷热高度这些化学就顾名思义是化学了那生物就是虫剩下的也就是来自整个职灾体系，我讲了2次职灾体系最新建立，而且是逐渐被重视的，而且是目前我们社会上发生最大的问题，来自性骚职权霸凌这些，它是来自人际之间的交往，来自人质之间的行为，也许它翻译的字眼上并不恰当，但是体系上，各位现在将近是共通的语言，把这个体系的概念把它记下来，对各位会有帮助。这是社会
心理性，或叫心理社会性。好，这是我想首先第一点。那第二个，来，我们看一下，对职业伤病一定要养成习惯，要意识到有职业伤病的这个存在，我很有信心。尤其这各位我们在座，还有大概100多位的这个伙伴呢，不得了啊！从今天开始看到东西就试着要求自己去判别它的职业危害的因子在哪里，试着看看能不能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来，我们看，好，各位，职业伤病不止职业现场的直接伤害。应对累积型的职业灾害，要有预防性的作为。预防性的作为，这边特别是讲，所谓的直接伤害很多是来自人因性，那来自化学性是透有累积，透有累积，我们要如何去预防？也就我们目前在争议，除了在劳资关系的上面运作的最不理想的，也就是在劳资会议，请各位工会干部卖有网络，用正式的会议跟资方对，这5种因此会存在的，那怎么做处理？我们准备怎么处理？写成会议记录。刚刚特别提到的劳动事件法会有相关的救济。下一个，职业病的源头是可以调整。用调整事项来处理，调整事项。原来100块，只给我90块，或半毛钱都不给我，这是侵害我的权利。原来约定是100块，照着应该可以多给我5块，不是原来没有给你，至少可以给我个5块。原来没有希望有。原来已经有的，原来是少的，希望多。各位，正起个人分，正起个人分，听不懂台语啊？这不是向人家祈求，这是法上规定的权利，来自资方给的，不是恩惠型的给予，是劳资争议处理法上，我们只要有十足的根据。各位，这是属于调整事项的请求。调整事项的请求，请各位回去一定好好看一下，不是约定薪资之后剩下看老板的意思了，看他的心意了。劳资争议处理法不是这样规定。来，我们看下一个。申诉公正第三人团体劳资会议提出争议处理区分权益调整、劳动诉讼不作为诉讼、工会被选定之诉。今天知道了这一些的问题之后，您的报告通通在这资料上头有写，现在帮各位再复习一次。这个不用我们看下一个。各位好，这资料里面有跟各位提了很多所谓的职灾的预防指引。那个在我们行政法上，这里叫行政指导的概念，但是这个行政指导比法律还凶那是在这个中央法规标准法上没有办法相信的，也就是完全依照这个行政指导讲的原则，医师大概就是依照这个来操作，法院也相信这一套，所以这里面所列的预防指引有几个大项呢，请各位回去做大概注意一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各位，职业相关之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认定参考指引。各位伙伴，职灾发生完之后，不是公务赛，不是剩下都自己承担。后续来自国家的法律是有情，你不准对自己无情。我们有关压力症候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它还有在定参考指引，请各位善用法规。刚刚来自经济系长给各位的提醒，请大家好好。高一门诊那边是告诉我，
啊，光是咨询呢，好像不会收挂号费，尤其那教学医院呢又贵哈，要真正要写诊断书啊，要真正写诊断书哈，或是这大概问的差不多了，好像就会收那么一次，实际怎么样？我现场也不好问哈，我们有在说在高一了，我要求他一定要在高一这边持续做看诊啊。好，来，再来这边最重要哈，职业触发心血管疾病认定参考的指引，各位请记得，他发病的时候发病的时间、地点并不一定要在职场。发病的时间并不一定要在上班时间。我自己有处理过一个个案，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啊。派到海外工作，派到深圳之后到日本出差，回来之后再开会。当天晚上下班之后6点钟之后我们躺下来，送香港港安医院，在深圳的北京医院看。没有效果，后送港安医院，设备不够，专机包回来。我大概忙了，协助他大概忙了大概2年多，后来大概总数吧，大概在500多万有，帮老公朋友这个要回大概500多万啊。那反正今天咱们就养成一个习惯，咱们既然有在工作。咱们有生病的权利，咱们有自己有天生生病的权利。我的病只不能因为雇主的指派工作，因为社会心理上的一个动作，造成我疾病的这个触发。这不是我讲的，是法上规定。那这大概就养成从这个职灾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工作身体的疾病啊。好，下一个。各位好，工作相关心理压力事件引起的精神疾病认定参考指引，没有这个参考指引，它的外在现象最多的就是它的现象大概就是忧郁症啊。那这些我不是医生也不对，但是请记得这个指引本身要带领的方向，关心一下周边的朋友，这一些到高一的医院来。各位好，请依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来保护自己。国家真的非常有诚意，国家非常有诚意，用劳灾法要来保障大家。那劳灾法的一些规定今天最后匆匆的我把几个要点跟各位来做说明。劳灾法非常有保障它保障的内容来请。好，各位哈，我们这一次的有关劳灾法跟原来劳保的职灾的差别。首先，第一个是微型企业纳入加保范围，微型企业纳入，那特别是讲自然人雇主跟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这一次我们再说讲凤山的小店家或是这家里你自己有聘人，这称为叫自然人雇主那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当然是包括雇主请记得都有这个所谓的可以加这个劳灾险劳灾险。我们看第二个各位劳灾险这边劳灾法这次的规定之后，即便雇主没有帮你加，发生了职灾，请记得发生了职灾，各位政府照样会给付，只不过他之后会跟雇主来结账。劳工的救济比较重要，之后再跟雇主结账。我们看下一张。好，这个大家很下一张。这个可能是未来的规划我们的劳保局高雄第2办事处，我们张主任我非常感谢他对这个活动的这个关心对这个活动的关心也给我个人
因为打字上的错误，我不晓得，那奇怪，那错误怎么会这么出来？不晓得哈，会不会是写这个稿件的时候写太早之后没有做修正，我也不晓得。有一小部分的错误，我们会做调整。那这边呢是讲未来我们目前有自付，还是会有自付额。这个自付额的部分我看到的资料是将来还准备由国家这边由个国家的费用来填还请。没有，我们就只有这样而已。好。差额的负担。好，了解。来，我们看下一个。好，各位哈，这个职灾这个是提高职灾给付这个各位看一下哦。那个给付的金额，你看从第2个月跟原来的不一样，不100%，第3个月70%，最长2年，给付的额度增加了。我们看下一个。各位哈，这个是有关失能给付。失能给付之后，好像有分等级。以前失能给付不是这么处理这看旧的记录在这里那这些资料在我们讲义通通有。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失能给付试算，这个没时间我们看。再来是遗属年金遗属年金这边的补助这边的补助。也请各位做参考给的都会原来的劳保的制度会更好我们看下一个这里试算来，各位刚刚来自义慈老师报告的时候，他是用劳保条例旧的制度给各位做介绍，说新的制度有关因为工作的关系失踪，他不再分行职业。因为工作上失踪的话，全部都给那个旧的制度呢，就请各位做一个参考。现在是采新的制度好，我们看第11的话这个实在是政府真的是有诚意有所谓的止灾或者这个重建，以前是散建在各样的法规现在完全用立法把它建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制度大概。想办法止灾预防，预防政府也在做。到职灾发生完之后，职灾发生到这整体的治疗、复健、找工作一系列政府通通关心我这最简单的一句话要跟各位讲，一定要想办法一定都要加入所谓的这个劳灾险一定要加入劳灾险。劳灾险给大家的这个保障我们应该是好好感谢这个政府才对好，时间上很匆忙，我们以下开始进入有奖征答，我马上把它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结束。来，我们先看第一题。先看，请各位请帮我准备奖品来，第一题，有谁不适用职业安全卫生法？知道的请举手。来，请飞龙兄。公务员。好，来，请帮我送礼物但是我要让各位要把它记下来，是这一次民养的案子。消防员的受伤，可能还要更进一步判断，他是评估他是约雇人员还是所谓的义消或者他要是公务人员，就不适用了好，我们看第2题。好，第2题不要紧巴拉回的中毒不宜作何处理？早上启金老师、启金总办事这边的介绍，各位认为哪一个不涉诉？来，请第一个。第三个。来，我们看答案。
哇，很厉害啊！有早上有讲到吗？哎呦，很厉害，很厉害哈！施行人工氧，施行人工呼吸，并给90%的氧高压氧治疗哈，这个不合适啊，不合适哈。来，我们看第3题。眼睛的化学性伤害处理以流动之水冲洗，下列的何者正确？来，请来一个。所以怎么洗？由内往这样是吧？由内。来看一下答案。好厉害啊，很高兴啊！来，我们看第4题。国家为何要减碳？减碳要减少什么危害？来，我们高雄市很优秀的一位调解人啊，来请。减碳，什么叫物理性？高度、温度、深度。哇，你俩手节刚好，来，它改成化学，来，化学啊，答案正确，来，拜托，来。第5题，通勤之灾是否属于人因性危险因子之一呢？来，是，来开讲。是的啊，来麻烦一下，来看第6题，热伤害致死是否属于化学性的危险因子？来，请后面蓝色衣服。PPI 的公式，你个我无听，我调侃要把你害啊！开始，来答案。哇，热伤害啊，它是来自物理的原理啊。各位哈，今天通通把植栽的事情把它弄清楚。来，第7，蓝光对于眼睛的病变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有。来，手先放下，举手。开始，好，尽量。手不讲了，那没事，没了，没事，举手。来，来这位，不，对，前面，对。白口罩旁边的黑口罩，2个白口罩当中的黑口罩。好，是谁？来自景志老师这边给各位的提醒，有3项的重点。与其说蓝光，不如说强光。关好了，景志老师站在这里，怎么样讲？那是来自强光的概念啊。强光与眼睛的病变，全在于用眼的习惯。第3个，这是人因性的危害。你家己害你家己啦，你有听来吼？来，就算好，算对好。来，第8，请问职场上发生性骚扰，第一个处理单位是？好，慢了，接了。我还没讲你就接了。有请。好了。好。马上应该教事业单位那整体上是过处，那包括这一次新的修正，明年应该是3月份要施行的，也加重雇主的责任。怎么加重？加害者是雇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乱找主管机关申诉，找主管机关申诉啊，各位，申诉跟申请调解不一样哈。
申诉跟申请调解不一样，刚刚跟各位说过了哈。好，过劳诱发。有了，好，第9题，过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怎么举证？来，哎，对。然后，那金老师还在现场，金老师点头，这首是对的。叫什么女性的歧视，那是太过重视啊。来啊，要公示整个工作上的一个记录啊，这个应该会查得到，而且现在法上也有劳基法30条上也有规定，还有这个工作上的记录啊，这个资料是拿得到，而且雇主有提出的这个责任啊，再来，觉得用金老师的讲法，养成习惯，去高一啊，去高一一下下，养成习惯去高一一下下啊，好，第10条。第10条，当然答对了。但不，执行长说答对，我怎么敢讲说没答对？好，请问演讲案例中保全因轮班、夜间工作、长时间工作等异常工作负荷，触发脑血管疾病之过劳危害。依法官判决要如何支付？依法官判决如何支付补偿及赔偿费用？来，你笑得好可爱。来，C，答对了。好，来11条。请问轮班、夜间工作、长时间工作等异常工作负荷，触发心血管疾病之过劳危害，应归类过劳危害。我睡着了，我没看到。过劳危害应归类在何种类型的职业安全危害？来，好。刚刚在做综合研讨的时候，我就先有在跟各位做了一个说明，什么叫心理性，什么叫社会心理性。来，再征求答案。来，请。好，第一是。刚刚那位你是讲第4答案，第4，你现在讲，你也是讲是，这讲就互相不踹几啊，来，再来，亚庆了啊，来，啊。亚庆，在座有哪一位老板不给你加班费？老板没有额外要求你，而且你不是股东，而且你手是摸着良心，左手摸着良心，右手还按着圣经，然后你回答我。没有这些条件底下，你愿意一天工作20个钟头的，有没有？应该没有，应该没有。所以为何会到过劳？拢是厉害的，不是啦，不是较厉害啦，较厉害就是心理性啦。
就叫人因性啊，不是家己害，是别人害的。在其他的制度、老板的要求底下，我们才会这样合作。所以他的答案是，来，这个就拿C吧，来奖品我们送给他。来第12条，自然指能雇主能否参加职灾保险？可以。来这一位，好，13。来这边，雇主为家职灾险，发生职灾，哦，好，因为我听见，雇主为发生职灾险，为家职灾险，劳工发生职灾。来，那个是有用了，对，好，最后一题，我临时呢，要用来问大家的，劳工朋友，在这里，我在这里。劳工朋友在作业当中发生失踪，新的劳灾法对失踪给付有没有限制行业？请举手。